那送到宪法法庭，我们就来谈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请问，为什么你的收费这么的低廉？因为被媒体啊做表你看哦，民视啦那边帮你做表啦，你看看国民党的啦，哇，80万呢，啊，你们是2个人才30万呢，请问一下，看到人家拿80万这种，你会觉得心里不太平衡？不会啦，因为我觉得案件本来就是有大有小，哈，诉讼费用也是。那当然，因为我们做宪法诉讼这种东西也没什么行情啊，要老实说。真的吗？对，因为这种没有行情的，可是一般的律师不是都？我们本来就不是那么大的事务所，所以我们的收费可能本来也就没有那么高啦。好，洪伟是很有名的哦，他爸爸超厉害的，优秀，对，他也是15万呢。对，我们其实大家都最后差不多，也没有讲好，哈，可能大家就是觉得参与这个案件，其实重点都不在于酬劳，好，那确实有依照政府采购程序啊，好，我们是有酬劳的，不是无偿的，但是也不在意说，那这个一定是要多少钱，对，因为我讲酬劳跟实际上我们参与投入的时间跟表现不一定是对应的嘛，对啊，你看那个有些律师的费用比较高，好，比如说林律师的，但是林律师他参与的程度也很深啊。好，我相信他也可能也投入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就算假设每一个都参与程度很深，80，你15，这个哇听起来就哇很心里不平衡呢啊！这个陈信安直接不收费，哇，这应该心里更不平衡。我凭什么你拿80？开玩笑。陈老师也是对议题很关注，好，他也是就是我觉得陈老师，不然我们这几个诉讼代理人，就我所知道啦，哈，我了解，我只是劝你下次提高价钱。谢谢。我看到人家这样，我个人觉得你们还输，拿那么多钱，结果还输，气死我！就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好，议题会比这个费用重要，对啊。好的。这一题就是比较世俗的，我会提问的。好，我想问你，就是说你这个比较专长是在公法啦、宪法这个部分，那你自己平常接的案子也都是以这一类为主要吗？你不接其他的民刑吗？确实我公法案件比较多，一来是自己的兴趣，所以学生时代后来研究所也是念这个啦。但一个律师他很难只以公法案件为主。因为公法案件虽然也不少，可是比起民刑事的案量没那么多，对啊，所以我也会接民事案件。好，民事案件我也算是蛮有兴趣的。我自己刑事界比较少，好，所以我大部分案件是公法跟民事案件，然后又以公法，尤其是行政诉讼特别多。你是不是特别对于人权的啦，然后弱势的这个部分接的比较关注啦？对，就是可能举一下例子，碰了这个议题之后。以做过的案件来说，或者是以我自己长期比较关注的案件主要有几个部分，除了那个行政诉讼作为人民方，他有时候会有一些他觉得政府的处分不合理，我们会帮他做救济以外，我自己对于那个身心障碍的权益，还有动物保护的权益是一直都蛮关心的，身心障碍的。对，所以想就是如果有机会接到类似的案件，或者是在这个案件上面发生，好让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好，我会觉得蛮开心的。对，就是让大家关注这样的议题。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例子的案件？像我最近有一个案件，我是协助动保团体去对抗这个六福村，这个可以讲吗？可以啊。就是六福村是个财团嘛，那我们姑不论他经营的怎么样，可是因为六福村有个野生动物园，对，好，那个动保团体就是我所熟悉的，他们一直对于里面的饲养环境，你引进各类的动物，是不是有好好的去养育好好去照顾，去有相当程度的监督。那前一阵子主要是针对六福村的长颈鹿。对，然后后来是还有像狒狒事件，几年前不是狒狒有跑出来，对，那其实动保团体都会去做相对应的，就是说，你的管理啊、疏失啊等等。可是你知道要做这个监督，你就是要长期在进到这个环境，他必须要去录影、去拍摄，好，甚至他们会开记者会去揭露。那六福村他们就是去告这个动保团体里面的人士，包括他们会告他们可能有诽谤、可能妨害秘密等等。好，我也协助处理相关的案件。好，那有些当然就顺利，不过有一些可能从法院的角度看，他认为，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你不能乱录啊，等等，好，就会有一些争议在。而且其实像我们如果提出这个来质疑，说不定过下个月就变六福村来告我，好，就是说，
我们提出一个就是说，它饲养环境有问题。那其实，在我的观察，好，因为我参与案件一定是要去看里面的一些资料哈，我认为的确有改善的空间呐，好，只是我们蛮希望说，不只是六福村哈，台湾的动物园好，民间的什么，其实大家一起对这个问题有一点点警觉，愿意一起讨论。比如说，如果是愿意讨论的，我们可以提供国外它的饲养的方式，好，它的照顾方式来，当然每个国家跟气候什么都会不一样，但它可以参考。我们有很多的研究跟文献，还有考察的方式。可是他们不太愿意往这个方向沟通，好，他们比较把问题导向法律战。好，那至少法律战这一块，我就会来做攻防。好，这是我自己关切的几个议题啦。好，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听起来你超有爱心的，也就是说你帮弱势发声，身心障碍，你帮没有办法讲话的动物发声。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有不同的所谓爱心，应该说大家同理不同的事情啊。那可能我对动物这个东西，这是你家的猫？对，这是我家的猫。就是我可能觉得上辈子可能就是一只狗或猫，所以我对它们。这是你家的狗跟猫？是。这是你们家的动物园？对。你们家养这么多啊？现在加起来有9只猫，1只狗，1只兔子，对，就是真的动物。对，就是慢慢收就变得蛮多的。慢慢收，也是去领养回来的。大部分是领养的，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朋友养一养，那可能他不好照顾，然后我们就接手这样子，对啊。所以那领养，我觉得有时候是缘分啊，因为我的猫很多都是可能少一只眼睛啊，或脊椎坏掉啊等等，对，那遇到了你就觉得还是把它带回来这样子。所以你的猫是就是有受伤的这些？对，可是他们怎么受伤的不确定。像现在这只右边那一只叫花花，它以前就是被关在一个仓库关了4年多。我接它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据说是4岁了，然后它就是一直都在仓库里面。然后我就问说，对，就是一个对，那他的那个送养的说法就是说，他可能以前有车祸还是什么，然后没有及时的救治，然后他后来自己好了，可是就。它头就一直歪歪的，很可爱。所以它的歪头不是那个，它是天生就对。然后左边是它叫木瓜，它是贵宾狗。它是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土城看守所的旁边看到它，就是在那边，就是被丢在那边。然后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走失，有人他也没有离开，是不是走失？那可能会有人在接它。结果过几天去还是没有。然后那时候刚好台风要来了，所以我就把它接回来。然后接回来之后，就是也想说去 po 文说看看有没有人掉了这个狗，对。然后那时候还有 PTT 上面就是有一只狗长得像它叫就是有人在找叫木瓜。然后我们就问说是不是这一只，他就说不是他的木瓜。然后我们从此就叫它木瓜，他就这样来，对，就一直养到现在。有很多都是你这个捡回来，或者是这个领养回来的，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不方便或干嘛的，诸如此类的。然后，所以你帮这些动物发声，由小爱变大爱，这样。是，就是他们也彼此都相处的还不错啦。而且我知道石琪姐是不是也有一只贵宾狗？也有一只木瓜。也有一只木瓜。对。不过这么多，他们都和平相处啊。猫、狗、兔，大家都好朋友。大部分是和平相处，偶尔会吵架。对，偶尔会吵一下，对啊。哇。的确啦，就是说你自己这个接的这些案子是大概是哪一种方向？是你说出来。不过讲到那个猫狗，我倒是想要呼吁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对那个饲主的饲养环境，甚至数量，甚至结扎都没有太多的要求。应该说法规有，可是是不是真的能够执行是一回事。所以我自己参与的案件也发生过，就是那种可能他也很有爱心。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叫做浪妈，她可能捡很多，但是捡太多了，那她可能没有足够的空间跟能力，所以后来去看的时候，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常常在做救援，然后就发现说里面饲养环境很差，其实传染病啊等等很多，然后他们空间也很不足。那我是认为台湾应该要往这个方向的法规再更健全，执法上也是。那讲到这个，你没有想要当立委？没有想要选举因为法规要更健全，我们需要律师啊。
没有这个考虑。那因为我觉得，就像一开始说，我比较喜欢自由的生活以外，我觉得我们需要在政治场域以外，有人来发声或监督，或是提供一些研究。好，那我很清楚知道，譬如说像我的好朋友就Puma，好，我也很佩服他，好，愿意花自己的时间跟精力投入这个场所，好，他一定是最直接能够对议题有帮助的。好，可是我认为也会需要不在这个环境里头的另外一个力量或声音。好，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去做其他的角色，如果有机会的话。